2天，刘亦菲去了威尼斯参加一个活动晚宴，相关的营销也是一大堆。她的错位礼服出圈图了，和安妮海瑟薇的合照了，可以说这一波刘亦菲在热搜榜上安家了。不过呢，也有网友发现，刘亦菲这一回穿的礼服相比之前牌子没那么高级。紧跟着又有人追溯往事，翻出了10多年前刘亦菲穿山寨礼服，其后涉事服装设计师自杀的事儿。下面咱们详细聊聊这个瓜。2008年前后，刘亦菲的干爹，也就是她事业背后最大的推手陈金飞出事，摊上了牢狱官司，再加上圈内对家公司的挤兑，有一阵子刘亦菲过得比较落魄。而为了维持台面上的体面，她和她妈妈开始折腾起了山寨礼服。有那么一阵子，她每出镜就被吐槽穿山寨礼服，还获封了一个山寨礼服王的称号。期间有一次，她再度穿了山寨礼服，还被扒了出来。随后，她的粉丝就开始骂相关的服装设计师樊启辉。樊启辉方面则表示，当时是刘亦菲和她妈妈刘晓丽自己找上门来，请她做山寨礼服的，但这并没有平息舆论。很长一段时间里，樊启辉还是被骂个不停。再后来，樊启辉就自杀了，而舆论也开始指责是刘亦菲和刘亦菲的粉丝逼死了樊启辉。对此，刘亦菲粉丝则解释称，樊启辉本来就是个山寨礼服设计师，他被骂不冤枉，还翻出了樊启辉疑似有自杀倾向的帖子，以及打时间差，说山寨礼服事件发生在2008年，樊启辉2010年自杀，把他的死扣在刘亦菲身上，未免不公平。但在舆论看来，网暴是导致樊启辉心理抑郁，最终自杀的一个重要推动性因素。事发2年以后自杀，难道刘亦菲粉丝2年前网暴樊启辉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吗？总之，因为这档子事，两边很是打过一阵子嘴炮。而值得一提的是，那之后刘亦菲也远走海外，暂停工作一段时间，再后来她就投奔港圈去了。如今10多年过去，樊启辉自杀一事已经没多少人记得了，倒是刘亦菲在高奢圈混得风生水起，说来也是有点讽刺。而说到刘亦菲这辈子最大的黑点，那必须是她的干爹陈金飞了。自2002年考入北电，成为最小的留学生开始，她的名字后面跟的永远都有陈金飞。05年《仙剑奇侠传》的爆红，让关于他们的流言集中爆发了。在天涯上有一个自称是刘亦菲邻居的人爆料，说刘亦菲妈妈以前是武汉剧院的舞蹈演员，用手段才被评上了舞蹈家的职称。后来离婚离的也不光彩，似乎是出轨了自己的亲姐夫，拿到刘亦菲的抚养权后，又不知道耍了什么心计的带着刘亦菲出了国。至于后来母女俩究竟是不是被陈金飞包养了，他不知道，但他却笃信的说，刘亦菲他妈能做得出来这种事情，无图无真相。就这么一段空口无凭的文字，再配上爱信不信的标题，刘亦菲的黑历史就被板上钉钉。虽然料很假，但关于陈金飞重金砸刘亦菲的豪举事例，我们倒是不可否认。陈金飞做房地产生意，2000年38岁的他就以2.26亿美元的资产上榜了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第12名。他在北京东2环的黄金地段，将自己的高档地产直接取名了金飞公寓，名字已引人深思。他还让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刘亦菲为金飞公寓拍了一组广告，在价值不菲的金飞公寓外墙上挂满了刘亦菲的剧照，这对刘亦菲的宣传来说再为拉风不过。后来正是因为这幅剧照，刘亦菲被制作人看上，接下了金粉世家白秀珠一脚。估计就连陈金飞也没有想到，刘亦菲的演员之路能这么顺利开启。他作为干爹，此时能做的就是竭力相助。他亲自为刘亦菲铺路，先是用钱将这个原本不讨喜的人物形象改成了一个能让观众喜爱的人设，后又为他成立了经纪公司，让整个公司专为刘亦菲一人服务。在一系列重金和人脉的操持下，刘亦菲接角色接得风生水起。当然，这一切的前提也是刘亦菲真的值得，要不然也不会让张纪中眼前一亮，金庸老先生也不会非他不可。那句如果不是你来演王语嫣，观众会说金庸胡说八道，你演了之后，大家才知道世上真有这样的美人，是对刘亦菲的最大肯定。再后来小龙女和赵灵儿一脚后，刘亦菲直接达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看着争气的刘亦菲，陈金飞无比自豪，他再次花重金为刘亦菲置办了18岁成人礼。成人礼他一手操办，将地点选在了钓鱼台国宾馆，这里原本是领导人进行外事活动，
或者国家接待各国元首以及重要客人的超星级宾馆。现在它却成为了刘亦菲的宴会厅。据说嘉宾们进门的时候，正好6国会谈的车队驶入了，背景搞得十分拉风。能来这个宴会的不光是文化部高管，还有以张纪中为代表的导演大腕，以及当红流量小生林志颖、黄晓明等。不过这牌面不光是陈金飞给的，他们背后还有日本索尼公司。趁着生日宴众星捧月下，索尼签了他当自己旗下的歌手，整场宴会耗资180万。放眼娱乐圈，能和他一较高下的，估计只剩下了当年被刘銮雄宠爱着的蔡少芬了。可惜他们不知道往后的蔡少芬会没落，而陈金飞他也会有入狱的那一天。14岁堕胎变性，年纪学历造假，从天仙到下凡，刘亦菲应该是同期女星中被造谣最狠的。到了2008年，刘亦菲又迎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人们说她没钱只能穿山寨礼服，背朝没有金主已经失势，说她甩锅设计师致人抑郁自杀，还说她趁着陈金飞入狱找到了新靠山，投奔了成龙、杨受成。仔细梳理以上这些，其实很多都经不起推敲。刘亦菲穿过山寨不能否认，但是硬把她和陈金飞入狱联系起来，那就不太合理了。陈金飞是07年进去的，进去时间也不过半年。刘亦菲08年才开始山寨，第一，时间对不上；第二，刘亦菲光是08年汶川捐款就100万，当时明星普遍捐款20到30万不等，说她没钱根本立不住。山寨礼服的设计师自杀是在2010年，距此2年都过去了，这么硬生生的泼脏水，她是有些勉强了。而且但凡看过樊启辉自传，有了解过他一点的人都知道他有怪癖且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最后说他投靠成龙、杨受成，这一点不是基于他被陈金飞抛弃无戏可拍，而是当时的金圈先开始了对刘亦菲的抵制，原因无非就是利益冲突。刘亦菲没有什么事业心，就算有，向往的也是好莱坞，而一直捧他的陈金飞也不愿意平白无故和唐人或者华谊平分蛋糕。那时候内地经纪公司普遍还不成熟，华谊的王牌冯小刚还没打出来，所以什么艺人打造、商业资源对陈金飞而言 just so， 他们都不愿意打破现在的固有模式，或者说是根本没瞧上国内资源。后来随着经纪公司做强后的资源垄断，陈金飞也开始穷途末路。刘亦菲要不就去好莱坞拍烂片，要不就要去香港寻出路，但是香港电影也在没落，所以刘亦菲她营业了，但是在内地看来，她也的确是空档了很久。后来她再有大通稿式的出现，就是被嘲讽的白浅。然而关于白浅，想必刘亦菲也有话要说。在16年3月份，刘亦菲的影版《三生三世》已经杀青，而杨幂的剧版则是在16年2月才开机。据小道消息，杨幂还曾和刘亦菲竞争过影版白浅，最后失败，才召集嘉行筹拍了电视剧，还抢在了影版上映前开播。看着满屏的杨幂之后再无白浅，估计刘亦菲心里也是满满的委屈无语吧。混到这一步只能怪自己，毕竟一步错步步错。在选择方面，刘亦菲远不如自己的妈妈刘晓莉。刘亦菲的妈妈刘晓莉是个实实在在的狠人，没有刘晓莉也就没有今天的刘亦菲。从刘亦菲生下来开始，刘晓莉就有意带她跳舞，潜移默化之下，刘亦菲一直都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成熟气质。然而在刘亦菲10岁那年，刘晓莉离婚了，她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以死相逼，给争取到了抚养权。可养孩子哪有那么简单？自己已经年近40，在舞蹈界里是要被淘汰的老选手。因为执念，所以他将刘亦菲按照他的理想培养。他带着刘亦菲孤身前往美国，以求更好的前程。在那里，他和一位华裔律师结婚，并拿到了绿卡。3年后，托功夫下海赚了些钱的陈金飞当上了第9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和刘晓莉是世交，在刘亦菲5岁的时候就叫他干爹了。陈金飞没有家世，回来能惦念的孩子也就是刘亦菲。他问刘亦菲喜欢什么，刘亦菲说自己想演戏，想成为奥黛丽·赫本。可陈金飞却觉得孩子就该去读书。在商量之下，他们带着刘亦菲回国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因为从小跳舞外形漂亮，所以刘亦菲也就成为了北影最年轻的留学生。刚进北影，刘亦菲就接到了角色。刘晓莉瞅准机会接下邀约，稀里糊涂的大火之后，
刘小丽害怕年轻不懂事的刘亦菲吃亏，于是就步步紧跟。刘亦菲在哪，刘小丽就在哪，不管条件多苦，要拍几个月，刘小丽从来不说什么。不光是在刘亦菲成年之前，成年之后，刘小丽亦是如此。尽管那时候新闻总爱乱写，说刘小丽重金卖女，说刘亦菲饭局她连上座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刘小丽也无所谓，自己的女儿自己疼，谁管外人要说什么。如果刘小丽真是那种急功近利的人，那么这些年刘亦菲闲云野鹤的心态，估计早就该让刘小丽急得跳脚了。他们早就应该抓着某些热点洗白翻红，将刘亦菲当作赚钱工具。既然没有，那就不要到处瞎猜。他们这么低调过自己挺好，